Hello， 爱瑞小伙伴，今天这期视频带来真我 GT5的开箱啊，当然这是240瓦的开箱，我们开箱开始。主机我们先拿出来，看看里面这回这个壳啊，哦，是这个样子的，质感还不错。 里边包括一个240瓦的一个快充 C2C 的一个数据线，给你们看看啊。这一次我拿到的配色流银幻境配色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外观啊还是非常漂亮的啊。官方呢说呢这种叫做流银幻境嘛，那它采用的是叫什么奇迹玻璃啊，在这种光的这种照耀下还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呢是有这种液态金属的这种设计元素在里边。 同时呢，因为这种亮银色的这个工艺难度很大，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，这个之前雷总也说过是吧？所以啊，就是它必须呢是在这种无尘的环境中来进行这种工艺流程的操作，所以呢，这个银色的版本还是非常难得的啊！哇，这里还有一个灯啊，待会儿我们在这个体验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啊，那这包括这还有一个骁龙8 Gen 2的一个 logo 啊，那这是它的这个闪光灯，包括2个圆形的摄像头，它也是采用这种银色的这种中框。 啊，当然这并不是这个金属的中框，然后玻璃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其实过渡还是比较圆润的啊，玩机无数的人啊会有感觉，这是2种质感。顶部呢依然是有这个扬声器，横外还有这个降噪麦克风，然后底部依然有扬声器啊，这也是带来了一个对称式的扬声器。我们待会儿在后边来看它的这个立体声扬声器的外放啊。常规的正面采用的是一个直屏的一个屏嘛，当然因为很多玩游戏的这个用户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直屏的，对吧？操作起来的这种手感也好呀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6.74英寸的一个直屏的屏幕，同时呢也是没有塑料支架的，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屏幕与中框的这个连接的这种手感还是会更好的。然后呢有这个 1.5K 的分辨率，然后同时呢有144赫兹的刷新率，那同时呢也是有了这个2160赫兹的低亮度下的高频频按调光啊。然后前置一颗摄像头在这个正上方啊，这也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外观了啊。你们觉得它怎么样呢？如果是10分的话，你们会给几分呢？欢迎把你们的分数打在弹幕区啊，或者屏幕当中啊。那么这一次在这个 GT5上面啊，除了这个外观带来了这种奇迹玻璃之外呢，这一次在这个性能方面啊，也是带来了骁龙8 Gen 2啊，当然是这个3.2G 版本的啊。同时呢，还有最高24加1T 的版本，当然这个版本啊，目前只限在这个240瓦快充的这个版本上面。同时呢，它也是在这个散热方面呢，带来了总面积达到了20827平方毫米这样的一个散热面积啊，同时也是带来了这个高性能的石墨原材啊。我们呢分别测试了几款游戏。 这次我们测试了常规的3个游戏啊，先来看看游戏《王者荣耀》，目前支持了120帧，实测一局游戏的体感还是很流畅的。不过游戏帧率图稍有一丢丢的小波动，一局游戏平均帧率为119.8帧。游戏和平精英支持了90帧啊，实测一局游戏也很流畅，平均帧率为89.8帧。继续来看《原神》，30分钟游戏平均帧率为59.7帧。真我 GT5 支持了 X7 独显芯片，能带来超帧、超分辨率的体验，但是由于我们测试机型啊属于早期的产品啊，插帧还有一些 bug， 我们会在发布会后升级到正式版本时呢，进行插帧超分辨率的测试，并且也会将游戏进行复测当然啊，在这个游戏的时候呢，它也是支持了这个2000赫兹的电竞触控引擎啊，也就是带来这种200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在对于一些像 CF 类的游戏，能带来更好的一个触控的体验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其实大家很关注呢，就是这个后面这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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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，它其实是隐藏在这个位置的。我们猛然一看啊，它是一个黑色的，对吧？但是啊，我们仔细看，它其实是采用的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的。然后刚才我也说了，有这个骁龙8 Gen 2的一个 logo 之外呢，这里边还有这个一圈灯环。那这个灯啊，除了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啊，能带来这种这种光效是吧？当然这个光效只能给别人看啊，同时还带来了比如说像提醒、音乐，因为它有26款的自定义的颜色的选择，所以说呢，它也是支持了10个专属联系人的一个自定义颜色啊。就是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被打扰，我们很多人时候是把它平放在桌子上，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是谁打电话了，这通过这样的方式带来一个提醒。那说完灯啊，我们来看这一次的这个摄像头采用的是一颗索尼IMX890，熟悉不熟悉是吧？一些旗舰机用到的这颗
主摄啊 MX890的一颗主摄啊，官方叫做什么 Super OS 光学防抖啊，也就是能带来更好的一个防抖的体验了，对吧？当然啊，这颗主摄对于一些日常的拍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包括夜景方面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不管是灯箱复杂的场景下，还是说在一些稍微暗一些的场景下，也是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影像的一个捕捉的啊。同时呢，这一次在屏幕方面也是支持 Pro XDR 的一个高动态的一个显示，也就是说我们拍的是一个 HDR 的一个照片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高亮度下呢，它也能带来更好的一个显示了，对吧？那同时呢，这一次也是在 WiFi 网络方面也是加入了这个 WiFi 7啊。那今年各大友商也是不约而同的加入 WiFi 7了，相信明年肯定会各大友商也会将推出 WiFi 7的路由了，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。这一次在这个系统中呢，也是采用的是基于 ColorOS 的 Realme UI 4.0啊，比如说呢，它也是支持了，比如说ColorOS 的这个账户的登录啊，你有一个账户呢，你就能登录了ColorOS 之外呢，其实这一次在这个基于这个 ColorOS 系统之上呢，也是带来了更好的一个体验了。我印象中最深的呢，就是支持了微信和 QQ 的通话录音，哎，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我们通话的时候它是有录音，但是我们在这个 QQ 或者微信通话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记录，那这个时候其实微信它没有做，对吧？那这一次在这个 Realme UI 4.0上面，它是加入这个功能，还是非常值得一夸的啊。再一个呢，其实就是它的这个3频 GPS 的一个车道级的一个导航了，那对于很多导航的定位的准确性上面也是带来了更好的一个提升了，对吧？那除此之外呢，这一次也是带来2套配置啊，一个是5000毫安时电池加这个150瓦快充的，和一个4600毫安时电池加240瓦这个快充的啊，说实话还是挺快的。实测5分钟充入56%电量，10分钟充入85%，最终12分钟40秒充至100%。OK， 那这就是 Realme 真我 GT5的一个开箱体验了。说实话啊，除了我们常规看到的一些升级之外，比如说在这个灯上面啊，玩法方面呢，比如说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系统的配套方面，其实也是带来了不错的一个提升了啊。同时呢，这个直屏也是能够带来更好的一个游戏的表现的。如果说你是一个既想照顾游戏体验，同时也想照顾到日常表现的话，那真我 GT5的还算是一款比较值得推荐的一款手机了。这也是这款手机一个开箱体验了。如果对这款产品还有什么想知道想问的，欢迎在我的视频评论区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，好不好？那我看到也会及时的回复你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，欢迎大家关注我，我是大龙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